格蕾修那边应该没问题吧？别担心啦，姐姐。最靠谱的绿，最活跃的红，有他们在，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而且还有直觉最好的小紫呢。要论紧急情况下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，小紫估计是 Vita 里的第2名吧。第2名？那第1名是？当然就是江江。程姐，你这是？我这是在夸你呢，你就乖乖受着吧。我哪有？莫里亚蒂，你到底在盘算着什么呢？如此大张旗鼓的布置舞台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报复我吗？就是这边了，浮华姐，这里就是小紫的仓库。看起来很久都没有使用了。毕竟是仓库，当然要选择阴凉安静的地方啊。总是人来人往，也不利于保管嘛。哦，我不是指这一点。按之前的说法，你们不是每年都有很多节日和活动吗？既然经常举办庆典，为什么仓库会长期闲置？为什么？也没有为什么呀。虽然每年都会举办很多节日，但节日之间的间隔还是很长嘛。总之，你们先保持距离，由我探路。莫里亚蒂去向不明，他也可能就在里面。是老大回来了吗？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喂，皮特，你看清楚点儿，那不是老大。老大他们的衣领是黄色和蓝色的，这2个是橙色和青色，而且中间领头的也不对。虽然他们穿的衣服有点像，但老大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男生，才不是这个大姐姐呢。真是的，我都说了叫你们2个不要急着开门了嘛。是皮特，都是皮特说什么躲在里面太黑了太可怕了，急着想出来和老大会合。可是弗雷德，刚才你不是跑在我前面吗？我不是。弗雷德、皮特、艾拉，你们3个淘气鬼怎么会在这里？旭姐，不对，你这个陌生人，这里是我们的基地，你可无权进来。基地？对，这是我们少年坏蛋团的基地，只有得到老大承认的成员才能享有在这里驻扎的权利，其余人等一概不得干涉。哦，艾拉，你干嘛呀？好啦，弗雷德，就算我们是坏蛋团，也不能对维塔姐姐那么粗暴。我为什么？既然当了坏蛋，当然要和管理城市的维塔作对。那只是最低级的坏蛋吧？高级的坏蛋不是应该和正义的伙伴称兄道弟，暗中渗透他们吗？就像仙爵哥哥和本相姐姐那样。是这样吗？突然觉得艾拉好可怕。所以，差不多该解释一下了吧？你们这到底是……既然被发现了，也就只好承认了。就像弗雷德说的那样，这里是我们老大的秘密基地，在老大外出期间，我们替他看守这里。我是这里的1把手，因为我是前天加入的，比皮特和艾拉都早。我是2把手，被弗雷德拉过来的。第3个加入的是艾拉，在那之后是本相姐姐和仙爵哥哥，他们2个因为能力太强，所以位置在我之上，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总有一天我能超越他们。你们刚才说坏蛋团，难道你们做了什么坏事吗？哼哼，那当然了，我们可跟着老大做了不少坏事。喂，哦对，这可不能告诉你们，要是让薇他们知道了，肯定会告诉我们的家长。总之，既然你们不是老大的人，就别想进这个门。我能问一个关于你们老大的问题吗？他的名字是不是叫莫里亚蒂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明明在整个弗洛斯里，从来没有其他人见过老大。等一下，仔细想想，我好像也没有见过你。还有这身打扮，该不会你是老大的姐姐？那这该怎么称呼啊？没想到这个莫里亚蒂还会在暗地里吸收我们城里的孩子当部下，大概是利用了他的长相吧。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是犯罪组织的头目。真是太狡猾了。我说你们几个，平时淘气淘气也就算了，听信那种恶徒的花言巧语可不行。当坏蛋可没有那么炫酷刺激。先不谈可能会对城市造成的破坏，也许你们真的会遭遇危险啊。可是老大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做危险的事情，他还给我们好吃的。哼，那是因为你的级别还不够高而已。老大说了，只有他和本相姐姐、先觉哥哥那种高级骨干成员才能参与高规格的任务。啊，弗雷德，你不也是低级成员吗？放心吧，云絮姐姐，我们没有做真正危险的事情，只是给老大跑跑腿而已。今天早上异变发生的时候，他还叮嘱我们不要到外面去，留在基地里好好看家呢。那个莫里亚蒂，他说了这种话。不管莫里亚蒂有什么算盘，我们现在都必须进入基地，才能进一步接近他的计划和意图。你们真的不能让我们进去吗？不行，老大说了，如果有人硬闯，我们就用紧急联络手段通知他。就算你是老大的姐姐，没有老大的命令，我们也不能。哎呀，艾拉，你又干嘛？弗雷德，你忘了先觉哥哥给我们留下的命令了吗？在特殊情况下，只要线人能交出信物，也可将其视为组织成员，允许其进入基地，不是这样说的吗？啊，对啊，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。可是这几个看上去也不像仙人嘛。啊，好了，别又打我，我知道了啦，那就让他们试试看嘛。只要线人能交出信物，最昂贵的财宝，最宝贵的知识，最珍贵的礼物，只要你们能交出这3件信物，我们就同意让你们进入基地哦。还是先和他们沟通看看吧，实在不行再硬闯不迟。我负责的是最珍贵的礼物。好，事先说好，我可没有那么好说话。如果不是真正非常珍贵的礼物，我可是不会让步的。珍贵的礼物呀，不过我也没有随时送礼的习惯。说起来，谈到礼物，不就是程姐，就是程姐的那个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程姐最喜欢的那个，对吧，富华姐？你说，小程随身带着的那个？你们到底在说？哦，对哦，你们都已经知道了。真是的，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吃糖。不过，最珍贵的礼物嘛，确实，它对我来说……喂，你们到底在交头接耳些什么？快把礼物交给我了！给。怎么了？不吃吗？你们别太把我当小孩子了。就这些糖果吗？这些就是最珍贵的礼物吗？你不吃的话，那我就收回来了。也不是不行。
没想到我们的运续姐居然把糖果当成最珍贵的礼物啊！要是把这件事传出去，哦，好啦，人家的礼物你也收下啦，差不多该让开路啦。艾拉，你到底是哪边的嘛？我负责的信物是最宝贵的知识，来吧，把它交到我手上，我就让你们进去哦。知识，具体是什么类型的呢？书本吗？那可不行，城里有的书本，先觉哥哥早就都读过一遍了。想要过我这关，得拿出更新潮的东西才行。比方说，关于赫斯珀的一手资料啦，关于禁地的影像文件啦。禁地。艾拉，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多？当然是先觉哥哥告诉我们的啦。他还说过，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禁地附近的照片呢。那我手里确实有他想要的资料。这个智能免洗胶卷记录了今天我们在禁地周围的一切见闻，我想这应该能称得上最宝贵的知识。哇，小光，这不是你最重视的胶卷吗？对呀，就这么随便的给出去，真的好吗？要说重视，确实，每一份胶卷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，所以也只有它符合最宝贵的知识这个条件。而且，胶卷里最重要的不只是知识，还有回忆。在程姐和浮华姐的陪伴下，这一路我已经创造了很多难忘的回忆。所以，为了我们能更进一步，交出一份胶卷也是值得的。我是这样想的。小光，好，那我就收下了最宝贵的知识。我想想，我负责的信物是什么来着？啊，对了，最昂贵的财宝，那个，只要你们能把它交给我，我就让你们进去。昂贵的财宝啊，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这里的标准。什么样的东西算是昂贵的财宝呢？就是亮晶晶、闪闪发光的那种。其实我也没亲眼见过。说到亮晶晶，啊，对，就是这种，这样的就可以了。啊，这就是最昂贵的财宝，但它看起来只是一块。没关系，这样就行了。其实，如果不是弗雷德硬拉着我，我也不想扮演什么大坏蛋呢。几位哥哥姐姐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，就让你们进去吧。这样一来，我扮演的就不是坏蛋，而是坏蛋团里的卧底了。卧底？没想到你们的扮演游戏角色还挺丰富嘛。这样也好，谢谢你了，皮特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进你们的基地了。当然，我们肯定说话算话，是吧，弗雷德、皮特？对，说话算话。姐姐们请进吧。你们不跟着进来吗？这个，我们还得替大家望风呀。要是老大突然回来了，我就立刻回屋报信。啊？但你们之前不是说，只要交出信物，仙爵就会同意我们进入基地？是呀，不过仙爵哥哥还说过，让线人进入基地时，需尽量向莫利亚蒂保密，而且要留心承载愿望的图纸。蓝，他……我们先进去吧。看来，这片区域就是莫里亚蒂的基地。
和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是不是差不多？好像还是多了一些东西。趁莫里亚蒂还没有回来，赶紧搜索一下吧。这是……这是……果然，是莫里亚蒂的日记。怎么样，姐姐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有不少发现。首先，我们能够从莫里亚蒂的角度确认他的真实身份。他和那个在莱辛巴赫瀑布与我对决，最终命丧谷底的莫里亚蒂，可能不是同一个体。最可能的情况或许是，在真正的莫里亚蒂死前，有人将他的意识和形体备份了下来，令他如今以数据投影的形式存在于这里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存在方式和此刻的我，在本质上更为接近。只是我能进入禁地，但他不能。不过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那个将他的意识备份进博物馆的人，也就是 V 他们的姐姐，又是什么人呢？没什么。总结来说，和我们为敌的这个莫里亚蒂，这些天一直在试图潜入禁地。他收买这里的孩子们，利用小黄和小蓝，也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。只是，他最初为何一定要潜入禁地，又发现了何种世界的真相？这上面并没有记录。不过，通过这些日记来看，莫里亚蒂并不以报复我为目的，他有一些更宏大的计划。操纵怪物袭击我们，大概只是一种幌子。该不会……小光，你想说什么？其实，富华姐，刚刚在你看日记的时候，我也在房间里搜索了一番，然后就发现了这个。这是地图吗？啊，难道是兰特意嘱咐的承载愿望的图纸？这些区域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这应该是我们之前举办庆典时使用过的路线图。啊，对啊，小光，这你都能记得住啊？也就是碰巧记住了。可是，莫里亚蒂要用庆典的地图做什么呢？不知道，但从结果上来说，他在全方位地把控整个城市，从历史到文化，到我们这些城市代理人。我担心，他会不会想统治这个世界？